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呢，叫做讲牛仔舞的并退基本步啊，讲牛仔舞的并退基本步。所以在并退基本步这个5步当中，我们就包含了后退摇步 7 8， 看并退基本步，先做后退摇步，然后再做旁追步，先做后退摇步，再做旁追步。所以为什么讲后退摇步呢？因为并退基本步当中包含了后退摇步。这是我的后退摇步的舞蹈形状 ，1 去1 去重心往后往前去转换，然后膝盖再伸直，后退也是一样，脚跟先落跟，然后膝盖再伸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。那有些朋友跟我说老师，我跳牛仔摇摆荡不起来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朋友呢是把膝盖伸直和脚跟落跟同时到位的，所以大家看，如果我向后的话，我的脚跟落跟膝盖伸直同时到位，我这叫什么？你看我向前膝盖伸直脚跟落跟同时到位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我向旁看，膝盖伸直脚跟落跟同时到位，这是什么？看我向旁，膝盖伸直脚跟落跟同时到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平移，这是伦巴舞的跳法。所以你跳伦巴舞，我们讲膝盖伸直脚跟落跟同时到位，因为伦巴舞是平移，对吧？你的路线是平移，所以很多朋友呢跟我说老师，我产生不了摆荡，我光想着要摆荡了，结果我做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细节不对，你的膝盖和脚跟同时到位，你就是平移。因为为什么？你想弯膝盖弯不了，膝盖伸直了；你想降下去降不了了。所以我们想产生摆荡的一大关键点就是要先落跟。大家从侧面看得很清楚，我落跟，我的膝盖还是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落跟，我先降下去，然后脚掌推地板，我的膝盖再伸直。所以我们的顺序叫做脚掌、脚跟、膝盖伸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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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才会产生摆荡当中的下降上升，下降上升，下降上升。如果你不脚跟先落跟，脚跟和膝盖同时到位，啪到位了，那你就是平移，平移，平移，你就没有降下去再升起来，降下去再升起来这个摆荡效果了。清楚我们牛仔舞如何产生摆荡的细节了吗？掌跟膝盖，掌跟膝盖，要不然就是脚跟和膝盖同时到位，啪，你就是平移，你就是跳伦巴舞，就不是跳牛仔舞了。有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技术吗？第一次听到牛仔舞的摆荡如何产生啊？一定是脚跟先落跟，然后再膝盖伸直，脚跟先落跟，再膝盖伸直。因为很多朋友做摆荡的时候啊，他不会做，他光晃胯，结果还摆荡不了，就是因为脚不对，脚跟和膝盖同时到位了。你一同时到位，你就是平移，你就下降上升不了，你做不了摆荡。那后退摇步呢？我们刚刚说了，摆荡要先降下去，再升起来。OK， 重心推到后，紧接着重心回到前脚，前脚也要降下去，脚跟落跟降下去，然后再膝盖伸直升起来。所以我们在后退摇步刚刚讲的第一个重点，下降上升，下降上升，产生了摆荡。这个下降和上升呢，一定是要在换重心的过程当中去产生的啊，一定是要在换重心的过程当中去产生的。你不能原地下降，你看你不能原地下降起来，下降起来。如果你原地下降起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弹动 1 2 1 2。所以我们要在前后换重心的过程当中产生下降上升。你看重心向后向前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下降上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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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是左右
左右换重心的过程当中产生下降上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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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不能光原地做下降上升，要在换重心的过程当中做下降上升。清楚了吧，朋友们 ？OK， 这是我们的后退摇步关于摆荡的一些讲解。接下来再说我们的胯，我们的骨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转胯，大家先看我做一次我的骨盆如何去转的。1 2 1 2 1 2 1 2。OK， 这是我在后退摇步当中的骨盆转动。那骨盆转动，我们讲一个重点，叫做时间，就是什么时候转骨盆。那刚刚我啰嗦了非常多句，有下降，有上升。那转胯应该是在下降的时候转，还是在上升的时候转，还是说下降上升都转，在上升的时候转？回答的是对的。所以大家注意看我的骨盆啊，从侧面应该可以看我的骨盆，看得很清楚。先出脚我没转胯吧，下降也没转胯，我在上升的时候大腿带动骨盆向后做转动，往前也是一样，下降的时候骨盆不转，很清晰吧？我的骨盆没有转，上升的时候前腿主力腿带动骨盆向后产生转动，所以我后退的时候后腿是我的主力腿，下降的时候不转，上升大腿带骨盆转，前进下降的时候不转，上升的时候大腿带骨盆转，所以我们在后退摇步当中才有了一个感觉，叫做从关到开，从开到关，所以我们双腿有了一个拉伸感。看我的双腿，关着的撑开，开着的关回来，所以我们这样在后退摇步才有了一个从关到开，从开到关的感觉，增加我们后退摇步的摆荡效果。1 2 1 2 所以这是转胯的时间，而不是下降的时候，不是下降的时候转，而不是下降的时候转。所以你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转的，这样转的就会很混乱啊，很混乱。所以我们下降的时候保持骨盆关闭，上升的时候大腿带动骨盆转动，向前也是一样，下降的时候保持骨盆不动，上升的时候大腿带动骨盆转。所以我们是 1 2 1 2 OK， 这是我们后退摇步的骨盆动作啊，我们后退摇步的骨盆动作。清楚了骨盆，我们再说最后一个环节，我们的脚法啊，我们的脚法其实脚法是比较简单的，我简单说一下啊。第一，后退摇步，我不是往正后退，我是往斜后退，看到了吗？我是往斜后退，所以我在走小腿的时候，我要往斜后出脚啊，往斜后出脚，先走小腿，然后做我刚刚说的要求，脚掌踩地板，脚跟落跟，脚跟落跟之后，后腿膝盖伸直。那后腿膝盖伸直，前腿膝盖弯曲，前脚点地，这是我腕向后退的舞蹈形态啊，向后退的舞蹈形态。再看一次 ，7 8 先走小腿 ，1，重心推到后，后胯转开，前腿点地。前腿膝盖要正对前方，这是我腕这一拍向后退的舞蹈形态。紧接着退，重心要推到前脚，前脚脚掌踩地板，把脚跟踩落跟，然后膝盖踩伸直。那前腿膝盖伸直，后腿弯曲回来，重心推到前脚，后脚没有重量，这是重心推到前脚。然后我们再重复腕后退，转胯，重心推到后脚，前脚点地。退，重心推到前脚，退，重心推到前脚，后腿弯曲回来，前腿伸直，退，重心推到前脚。所以我们连贯起来就是 1 2 1 2 1，连贯 2 1 2 1 2 1 2
OK， 这是我们的后退摇步，牛仔舞的后退摇步。那刚刚我讲了很多要求，最后总结一下后退摇步比较关键的几个点啊，关键的几个点。第一，后退摇步重点就在这个摇上面，摇代表摇摆，也就是我们在后退和前进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像伦巴或者恰恰一样平移。你看我跳一次伦巴，我是平移，2后退，3向前，对吧？伦巴我是平移，2 in 3。所以其实牛仔舞也同样是后退前进，但我们不能平移，我们要有摇摆的效果。1 2 1 2 1 2 OK， 我们要有摇摆的效果。那如何产生摇摆呢？摇摆我们把它比作成一个路线的话，摇摆可以比作成是一条下弧线，对不对？觉得老师说的对吗？觉得老师说的对的朋友打个对。所以如果把摆荡、摇摆比作成一个路线，摆荡可以比作成是一条下弧线啊，一条下弧线。那下弧线的关键点是什么？是降下去再升起来，对吧？降下去再升起来，降下去再升起来。哎，所以摆荡的关键点呢，我们要在换重心的过程当中下降上升，下降上升。所以这是摆荡的路线，要降下去升起来。那如何降下去呢？我的脚跟要先落跟，先产生下降，脚跟先落跟产生下降。非常重要的是，我脚跟落跟的时候，膝盖没有伸直哦，我的膝盖是弯曲的，我才能产生下降。然后脚掌推地板，我的膝盖再伸直 ，OK， 我产生了上升，这是我向后退。向前也是一样，我要向前换重心，我不能直接平移过去，我要先降下去，也就是脚跟先落跟，脚跟落跟之后，脚掌推地板，膝盖才伸直 ，OK， 产生上升。所以我想后换重心，先落跟产生下降，再伸直膝盖产生上升，向前先落跟产生下降，再伸直膝盖产生上升。所以这样我就在前后换重心的当中产生了下降上升，下降上升，下降上升，也就是产生了我们的摆荡摇摆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 ？OK， 那很多朋友光理解了、清楚了哦，我们要下降上升，但是做不到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膝盖和脚跟同时到位了。所以大家注意看，如果我向旁出脚，我的膝盖伸直，脚跟落跟是同时的，但我能降下去吗？我降不下去，我就是平移。所以我们讲伦巴是这样跳的，膝盖伸直，脚跟落跟同时到位 ，4 1，对吧？哎，但牛仔不可以，牛仔我们不能膝盖和脚跟同时到位，我们不能说向后退的时候，啪就伸直膝盖和落脚跟了，不可以。我们要先落跟，先落跟，膝盖是弯的，然后再直膝盖。往前也是一样，先落跟，我们不能说像伦巴一样，同时膝盖和脚跟同时啊，不行，我们是先落跟，然后再直膝盖，这样我们才能产生下降上升，下降上升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所以明白这个牛仔舞的这个摇摆怎么做到了吧？下降上升，下降上升，关键点在哪里了吧？到位的顺序很重要，脚跟先落跟，膝盖再伸直，这个到位的顺序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清楚了吧 ？OK， 然后再说到我们的胯，骨盆呢要转胯，但转胯是分时间的。刚刚我说了，下降和上升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是下降，一个是上升。OK， 有两个步骤。那骨盆应该是在上升的时候转胯，骨盆应该是在上升的时候转胯。所以下降的时候看我的胯，保持看骨盆保持关闭，我降下去。在上升的时候，大腿带骨盆向后带转动。向前也是一样，下降的时候骨盆不动，
上升的时候大腿在骨盆转，所以我的骨盆这样有了一个从关到开，从开再回到关，所以从关到开，从开到关，所以这个关指的就是下降的时候我的骨盆不动，下降的时候骨盆不动，上升的时候边上升大腿边带动骨盆转，向前也是一样，下降的时候骨盆不动，在上升的时候大腿带动骨盆转，所以我的节奏是弯去弯去OK， 这是我们后退摇步的骨盆动作。然后最后脚法啊，最后脚法，后退摇步呢不是往正后退的，不是往正后退的，是往斜后退，所以大家会发现我的小腿往斜后去退，所以我的重心向后，我是往斜后去退的。但是你想往斜后，一定不能先开胯，不能先开胯，一定是保持骨盆关闭的位置，先去走脚，先去走脚，然后落根，在上升的时候大腿再带动骨盆转开胯，这样我就产生了向斜后退的效果。后腿膝盖伸直，前腿膝盖弯曲，这是我向后退的舞蹈形状。向前，重心回到前脚，前腿先落根，前腿膝盖弯曲，然后脚掌推地板，膝盖伸直 ，OK， 后腿弯曲回来 ，OK， 重心推到前脚，这是我向前重心向前的舞蹈形状。所以我的舞蹈形状是弯重心推到后脚，后腿是转开的，往斜后去推，退重心推到前脚，去重心推到前脚，后腿弯曲回来。OK， 这是我们牛仔舞后腿摇步的一些知识点、一些重点，都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那也有很多朋友不认识我们牛仔舞，想看老师和音乐示范一次吗？好，那其实老师刚刚做示范，两种风格都示范了一次，一个是摆荡式的基本步，另外一个是弹动式的基本步啊，弹动式的基本步。那有些朋友该问了，说老师，我是学摆荡还是学弹动？不是给你选来了啊，不是给你选来了，都要学。这两种都要掌握，这样我们才能在不同的动作当中去使用不同的技术，摆荡的技术或者是弹动的技术，所以这两种都要掌握，不是一个选择题啊，不是一个选择题。好，然后不管你是要跳摆荡还是要跳弹动，你都要会步子，对吧？你都要会步子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到旁追步的步子啊，旁追步这个动作 ，7 8 1 2 1 2 1 2 1 2 OK，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旁追步的步子。那旁追步呢，是在牛仔舞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舞步。我先背面做次示范，大家先看清楚我有哪几个步子啊？我们是有3步，第一步叫做向旁出脚，第2步叫做追步，第3步叫做重心转换。再做反面，第一步出脚，第2步追步，第3步重心转换。所以旁追步的3步分别是1、2、3，1、
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OK， 这是我们旁椎部的3步，都清楚哪3步了吗？正面看我做一次。第一步向旁出脚，第二步椎部，第三步重心转换。反面第一步出脚，第二步椎部，第三步重心转换。所以这是我们的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OK， 这3步都清楚了吗？讲一下每一步的细节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叫做向旁出脚啊，向旁出脚。向旁出脚，你不要小看这一步。这一步有3个要求，非常重要。第一个要求呢，叫做脚掌内侧点地，内侧点地，这是第一个要求。第二个要求呢是膝盖微微内扣，膝盖微微内扣。第三个要求呢叫做身体给动力腿重量，也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移动到动力腿这边，给我们的动力腿施加压力，身体给动力腿重量。这是我们第一步出脚的3个要求。我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4个字，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好，首先，如果你的脚掌不是内侧点地，你会怎么跳？你会叉着腿跳。有见过有人跳舞叉着腿跳吗 ？1 2 2 1 2 2 1 2 2 1 2 2，很常见吧？这就是脚法不对，内侧点地，膝盖内扣，我们是 1 2 1 2 1 2 1， 不是叉着腿跳，所以这是内侧点地，膝盖内扣，一定要注意正确的脚法。然后身体要给我们动力腿压力，也就是我们不能直走脚呀，我们不能直走脚呀，对吧？我们要身体给重量 1 2， 身体给重量 2 1 2， 不能直走脚啊，脚走啊，脚走。所以身体给动力腿压力，给动力腿压力去产生移动，这是我们第3个要求，身体给动力腿压力。OK， 我们去产生移动。清楚第一步这3个要求了吗？分别是什么？脑子里想一下。脚掌内侧点地，膝盖内扣，身体给动力腿压力。清楚第一步3个要求了吗？我再重复一次，非常重要。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。第2步呢，叫做椎部，单单椎部。其实椎部呢是有2步的，一步叫做收，另外一步叫做出，所以我们是收出，收出，这是椎部，也叫做椎杆部。所以你听名字就听出来了啊，椎部下 C 嘛，椎杆部嘛，一条腿椎杆，另外一条腿单单。哎，所以其实椎部呢是有2步呢，一步叫做收，另外一步叫做出。我们是先收后出，所以主力腿收回来，通过主力腿收回来，把动力腿弹出去。所以这2步是并成一步去做的，因为它中间没有任何停顿。通过收回来的力量，把动力腿弹出去。所以我不发出声音，我让我的脚发出声音，听到了吗？啊，很清晰的碰撞的声音。当然，如果你在跳的时候不需要发出那么大的声音，我只不过告诉大家，因为我要教学，我要教学的清晰，所以啊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的双脚碰到了一起。啊，当然你跳舞不需要，但我只是告诉大家 ，OK， 我的脚不是没有碰的，是一定有弹出去的效果。主力腿收回来，把动力腿弹出去。那主力腿收回来呢？我们主力腿的脚跟要微抬，用脚掌擦地，把主力腿收回来啊！脚掌擦地，把主力腿收回来，然后通过收回来的惯性，把动力腿弹出去。
那动力腿弹出去，动力腿可不要飞。什么叫飞？啊，不可以哈。动力腿出脚呢，同样要做到第一步的3个要求。动力腿出脚，但内侧点地，膝盖内扣，身体给动力腿压力。所以动力腿出脚，擦地出脚，并同样做到第一步出脚的3个要求：内侧内扣，身体给动力腿压力。所以这是我的第2步，主力腿收，把动力腿但弹出去。OK， 都清楚了吧？那有一些朋友呢跟我说老师，我主力腿收不回来啊，主力腿收不回来。有一些朋友呢确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我模仿一下，大家找原因好不好？看啊，有些朋友是这样的，他说老师，我的主力腿收不回来，我只能这样跳。好，只能这样原地蹦跶。大家告诉我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主力腿收不回来？啊，朋友们，我们正确讲应该是主力腿收回来，把动力腿弹出去。然后有些朋友跟我说老师，我主力腿收不回来，然后所以导致我跳舞会原地蹦跶。主力腿要收啊，只能这样原地蹦跶。为什么呀？正确的答案呢是这样的，因为第一步的3个要求没做好，尤其是身体给动力腿压力。所以你看啊，我只有身体给动力腿压力，我才能移动我的主力腿，因为我把身体的重量给到动力腿，我的主力腿的重量才没有那么实在。我的主力腿重量没有那么实在，它才可以去移动啊，它才可以去移动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你身体的重量都在主力腿上，你可以把动力腿弹起来。好，现在我要求你走一步 ，OK， 走一步，就像我们走路一样，这样走一步。好，现在你全身的重量都在一条腿上 ，OK， 告诉我能不能走一步？能不能走一步？能还是不能？我一条腿站立 ，OK， 我现在要走一步，我能走吗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说老师，我主力腿收不回来，我只能这样原地蹦跶。知道为什么了吗 ？OK， 你只有一条腿重量，你要走一步，你怎么走呀？走不了，你只能怎么样？原地蹦跶。所以你第2步主力腿收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因为第1步的要求没做好，上一步的要求没做好。所以上一步的要求我们讲什么？内侧内扣，身体给动力腿压力，身体给动力腿压力。你只有身体给动力腿压力了 ，OK， 在第2步的时候，你的主力腿才可以很轻松的收回来。如果不给压力，留在主力腿，你的主力腿它是走不了的，它只能原地蹦跶。所以我们又回到第1步的3个要求，还记得我重复说了4个字，叫做非常重要吗？第1步的3个要求重要吗？是不是非常重要？所以我们再回头说一下第1步的3个要求：内侧脚掌内侧点地，膝盖内扣。OK， 如果你不是脚掌内侧，不是膝盖内扣，你跳舞就是叉着腿，像螃蟹。这是前2个要求。第3个要求是什么？身体给动力腿压力。OK， 如果你的身体没有给动力腿压力，那第2步你就是蹦着走。所以你只有身体给动力腿压力 ，OK， 你的主力腿才可以做第2步收回来。所以第1步3个要求重要吗？所以我刚刚是不是重复了好多第1遍的3个要求？可能有人觉得我啰嗦，说老师，你啰嗦那么多遍干嘛？我已经听见了啊，我已经听见了，你赶快往下讲吧。啊，啰嗦那么多遍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要重复讲，让你记忆深刻，可不能做错。所以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了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第1步3个要求。那第2步我们讲追步，主力腿收回来，把动力腿弹出去，这是第2步，先收后出。主力腿脚掌擦地板，脚跟微抬，脚掌擦地板收回来，把动力腿弹出去。这是第2步追步。那第2步追步都清楚了吧 ？OK， 第3步叫做重心转换。
重心转换。OK， 第3步叫做重心转换。那牛仔舞的重心转换，我们叫做摆荡，要有摆荡的。那牛仔舞的重心转换，我们要去有摆荡的。有摆荡的关键点，就一定要说到过程。那我从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，我有几种方式。第一，我可以平移，我可以平移过去，换重心。我也可以怎么样？我也可以摆荡过去，摆荡过去，摆荡过去。OK， 那摆荡把它比作成一个路线，摆荡是不是一条下弧线？你看，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中间摆荡过去，摆荡过去，是不是一条下弧线？所以我的身高不是平移，而是有低再到高，低再到高，低再到高。所以想产生这个从低到高的关键点，在于你到位的顺序。你到位的顺序，我只有让我的脚跟先落跟，膝盖再伸直，我才会产生从下降到上升。所以下降我们讲脚跟先落跟，脚跟落跟之后膝盖还是弯曲的，脚跟落跟之后膝盖还是弯曲的，然后膝盖再伸直。所以我们的脚跟是先落跟再到直膝盖，先落跟再到直膝盖。那先落跟产生摆荡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不动，骨盆和身体保持对拉关系不动，弯退的时候胯提高，身体留住，提高，这里还没动呢。接下来我的骨盆要往左摆了 ，OK， 身体往右拉，去 ，OK， 我们产生了一次弯去的摆荡，然后紧接着做反面。所以你看反面一开始我的位置就保持好了，左胯在左，身体留在右边。OK， 我保持这个位置，弯退的时候骨盆往右，身体往左，去弯去相反的弯去相反的弯去相反的弯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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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所以总结一下，我们讲摆荡的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，骨盆是平面做中摆，从左到右，从右到左骨盆是平面去做中摆牛仔舞骨盆是不转胯的，这个动作不转胯，平面做中摆，做中摆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你想要做中摆，你想往左摆荡，你的胯要先留在右边 ，OK， 你的胯只有留在右边，你才能往左去做摆荡 ，OK， 胯留在左边，你才能往右去做摆荡，不能早走，不能早走，不能早走，你不能来到中立位置摆，中立位置摆，你要从左边高位，到摆荡到右边，然后从右边高位摆荡到左边，这是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先留住胯高，再摆荡到另外一侧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呢，什么时候摆？退这一拍的时候摆。我们这个动作叫做追步，弯前两拍不摆，退的时候才摆。所以我们一开始的骨盆留在高位，弯的时候保持，的时候保持 ，OK， 退的时候我们的胯才做升高摆荡过去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升高再摆荡过去呢？我不做会怎么样？弯OK， 我不升高，我直接过去。弯不升高，我直接过去，去，你会发现好像平平无奇没有什么摆荡的效果。所以我不是直接过去，而是主力腿向上推，让我主力腿这侧的骨盆提高，再摆荡过去。所以我是弯主力腿推，主力腿的骨盆提高，提高再摆荡过去，弯提高摆过去，弯
提高摆过去，所以我是弯去弯推高摆过去弯推高摆过去弯推高摆过去，所以在推这一拍要通过主力腿向上推，主力腿的骨盆提高再摆过去，所以是弯不动，推的时候推高摆过去去弯推高摆过去去弯去弯去弯提高摆过去，清楚了吧 ？OK， 这是胯骨要在推这一拍摆荡，以及要提高再摆过去。那清楚了骨盆，就一定要加上身体配合，身体和骨盆是相反的，一定是相反的。如果我的骨盆往右，身体也往右，你会发现这是平移，这是一根柱子平移，这是一根柱子平移啊。所以骨盆往右的时候，身体要往左，这才是能产生骨盆摆荡的关键点。骨盆和身体是相反的，骨盆往右，身体往左，弯骨盆往左，身体往右，去弯去弯去弯相反的，骨盆往右，身体往左，弯骨盆往左，身体往右，去是相反的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对，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，这是我们一些基础的知识啊，一些基础的知识，都理解了吧？还要不要继续往下听？还要不要继续往下听？还要继续往下听的朋友打一个要，因为我先打一个预防针，接下来不简单啊，接下来要讲的东西不简单，所以你们还要不要往下听？就如果说我不会跳牛仔舞，刚学到这里已经够了啊，学到这里已经够了，这些内容足够你消化好几个月了，这些内容足够你消化好几个月了，所以我等会儿要讲进阶的一些知识，我猜等会儿肯定有人说太难了，所以我话先说在前面，你们要想听就打个要，是你们想听的。然后我讲一些进阶的知识，所以你们等会儿别觉得难啊，所以别觉得难。好，接下来讲到我们的身体和肩膀的关系啊，身体和肩膀的关系。那刚刚说身体和骨盆是相反的啊，身体和骨盆是相反的，那身体应该哪里去使劲儿呢？是胸腔和肋骨，所以这两个点，一个在胯骨，一个在胸腔和肋骨，所以胯骨往这个方向，胸腔和肋骨就往斜前，所以很清晰吗？看一个点在这里，一个点在这里，所以我这两个点像皮筋儿的两头一样去做对拉，撑开对拉，看骨盆往这边。身体往这边，这两个点就像骨盆，就像皮筋的两头一样去对拉，所以我们弯去骨盆和身体去做对拉，弯去骨盆身体去做对拉关系，弯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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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盆身体去做对拉。那我的胸腔和肋骨向旁对拉了，那这一侧身体叫做什么身体？长身体还是短身体？这侧身体叫做长身体还是短身体？对了，长身体。非常好，非常棒。有长身体，是不是就要有短身体？所以我的胸腔和肋骨向斜前扩张 ，OK， 产生了长身体。好，现在看我另一侧，那这边就是短身体，对不对？这边短身体如何产生？这边短身体如何产生？短身体如何产生？因为胯骨摆荡，胯骨找肋骨，使我这侧身体变短，所以我在摆荡的时候也有了一个长身体和有一个短身体。还没完。OK， 在一开始预备的时候，我有了长身体和短身体。OK， 接下来弯推的时候，我不能直接摆过去，我要通过主力腿推，动力腿踩，我要让我的长身体更长，
短身体更短，再摆荡过去，形成长身体和另一侧短身体，然后保持这个位置，长身体和短身体，弯，在推的时候不能直接推，我要通过主力腿推地板，让我的短身体更短。为什么会更短？因为脚往上推了，因为胯骨往上提了，所以使我这一侧短身体啊本来就是短身体了，推变得更短，所以使我的短身体更短。那如何使我的长身体更长呢？要通过动力腿往下踩的力量，我的胸腔和肋骨向斜前去扩张，所以让我的长身体更长，短身体更短，再摆过去。所以我是弯去，弯去，弯去，弯去。OK， 那其实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要放首音乐，你看我比较明显的一个摆荡的过程就是这里，不是摆过去，而是摆的过程，弯去，弯去，弯去。所以如果我要和音乐的话，你不会看我直接摆过去，而是有一个长身体更长，短身体更短的过程，产生这个摆荡是最明显的。你体现的是哪里？我们体现的其实并不是到位，我们体现的是如何到位的过程。所以这个过程怎么体现？动力腿踩，主力腿推，让长身体更长，让短身体更短，然后最后骨盆再过去，弯推的时候，主力腿推，动力腿踩，让短身体更短，让长身体更长。OK， 拉长身体，胯骨向上提。OK， 有一个过程，再过去，弯去。所以你想做摆荡，我们其实要的并不是摆荡的这个结果，而是如何摆荡的过程，弯去，弯去啊，要的是如何摆荡这个过程。好，刚刚说了呢，身体和骨盆的关系，身体对拉，胯骨找肋骨，身体变短。OK， 有了长身体，有了短身体，我们在动作当中体现的就是长身体更长，短身体更短，有一个摆荡的过程，长身体更长，短身体更短，然后再摆荡过去。所以我们是弯去拉长再摆荡过去，弯去拉长再摆荡过去。OK， 我们说了长身体和短身体，接下来我们再稍微说一下肩膀啊，肩膀。大家会发现我在跳牛仔舞的时候，我的肩膀不是不动的。有转肩膀的啊，有转肩膀的，所以说一下肩膀和身体的关系啊，肩膀和身体的关系。首先提问，比如说我的胸腔和肋骨向前 ，OK， 我的胸腔和肋骨向前，我同侧的肩膀向前向后。啊，朋友们，我的胸腔和肋骨向前，我同侧的肩膀向前向后。啊，对了，向后啊，向后，回答的非常好。对了，我的胸腔和肋骨向斜前，我同侧的肩膀要向后，那同侧的肩膀一定要向后。那这边肩膀都会了吧？然后我们再说另外一边，你看看啊，我一侧肩膀向后，我不可能两边肩膀都向后吧，对吧？所以我一侧向后，另外一侧向前啊，另外一侧向前，所以一侧肩膀向后，另外一侧肩膀向前。这个肩膀后和肩膀前是以什么为参考的？以胸腔为参考的。所以我不是盲目的转肩膀，转肩膀，转肩膀，而是有胸腔在斜前扩张的情况下，转肩膀。转肩膀，转肩膀，而是有胸腔向斜前扩张的情况下，我的肩膀向后去拉住，拉住，拉住。所以转肩膀跳两种啊，一个是真的转肩膀，一个是有胸腔的转肩膀，完全不一样。转肩膀，转肩膀。所以我们不是盲目在这里
转肩膀，你要知道为什么转肩膀，你要知道为什么转肩膀。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逻辑关系，胸腔和肋骨向斜前扩张。对了，胸腔和肋骨向斜前扩张。OK， 向前扩张的这一侧，肩膀往后对拉。对了，胸腔向前，同侧的肩膀往后。那你这一侧肩膀往后了，另外一侧肩膀肯定就是往前呀。所以我们产生了一前一后 ，one a two。紧接着另一侧的胸腔往前，所以另一侧的肩膀往后拉住，然后相反的肩膀往前 ，one a two one a two one a two one a two。所以你一定要做胸腔和肋骨向斜前的扩张，胸腔和肋骨向斜前的扩张。OK， 有了身体，肩膀根据身体对拉，而不是在这里盲目转肩膀，转肩膀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这是我们胸腔和肩膀的关系。我从背面做一次，大家看一下啊。5，胸腔往那边，骨盆往这边啊。5、6、7、8、1，胸腔向斜前扩张，骨盆留在这边高位。1、去 ，OK， 另外一侧胸腔往斜前扩张。1、去，另外一侧胸腔往斜前扩张。1、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OK， 这是我们的胸腔和肋骨向斜前扩张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在这里也不是盲目让胸腔去扩张的。我想考验一下大家。就是我这里为什么要让我的胸腔和肋骨向斜前去扩张？为什么呀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大家说的对抗，胸腔和骨盆去做对拉。哎，对了，胸腔和骨盆去做对拉、对抗，所以我产生了胸腔往前啊，我产生了胸腔往前，非常棒，非常好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2个原因呢？说引带的说得很好，啊，说引带的朋友说得很好，很多朋友可能忽略了引带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技术呢，叫做身体引导啊，身体引导，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身体引带，也就是我往右的时候，我不是只有脚往右，不是只有脚往右，我有身体引带的技术，所以我的右胸往右扩张，我的右脚往右走，身体引带，身体引带，身体引带。身体引带，所以你会发现我不是只有脚 one a two 走脚，而是有身体引带的技术，所以我右脚出脚肯定是右胸往前，我左脚出脚肯定是左胸往前。那椎部、旁椎部是这个原理，我们在课程当中还会学到另外一个动作，叫做前后椎部。前后椎部同样是这个原理，所以比如说我要往前走，我可以走脚的，走脚，我可以走脚的，但如果加上身体引带会更好。one a two one a two one a two， 有身体引，往后也是一样的，往后我不是脚走，也是有身体引带，看我往后走，哒，哎，也是身体引带，所以我往前，胸腔，往后，胸腔，往前，胸腔，往后，胸腔，有意思吗？所以，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到长身体和短身体，所以要引带方向啊，引带方向，往左、往右、往前、往后，所以这是我们而产生的长身体。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？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长身体它不是往上去长的，不是往上长，你往上是起不到引导方向的作用，对不对？你往上是引导不了方向的，因为你是哪个脚出脚，哪一侧的胸腔和肋骨往斜前去扩张。往前也是一样，哪个脚出脚，哪一侧的胸腔和肋骨往前去扩张。往后也是一样，哪个脚出脚，哪侧胸腔和肋骨往后去扩张。清楚这个原理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身体引导
而产生了长身体。那长身体你就不能顺拐了。如果我的胸腔向前了，肩膀也向前会怎么样？那我就顺拐了，往前顺拐，顺拐。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胸腔往前，肩膀一定是往后的，肩膀一定是往后的。我往哪个方向都一样，我的胸腔去拉长，我的肩膀一定是往后的，肩膀一定是往后的，往后的，往后的。所以因为胸腔往前引导方向，肩膀往后，而形成了胸腔和肩膀的关系啊。你会发现我转肩膀啊，你会发现我转肩膀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这是我们身体和肩膀的关系。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啊。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，打一个理解。好，然后我就最后给大家示范一次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步子，叫做并退基本步啊，并退基本步，后退摇步加旁追步啊，后退摇步加旁追步。那并退基本步呢是有2种跳法，一种叫做摆荡式基本步，一种叫做弹动式基本步。所以我摆荡和弹动都给大家示范一次啊，都给大家示范一次。